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魏子渊。我们今天要讲的是飞机头。说到飞机头啊，基本上你可以追溯的话呢，在我那个年代啊，大概可以追溯到刘文聪。就是那个三立一哥，在那个三立8点档非常盛行的年代呢，刘文聪那款发型呢，基本上就是我们可以最早可以追溯到的飞机头。那个时候呢，他穿的西装，然后呢配的这个飞机头呢，就是一种台湾男人的代表吧。那经过时代的演变，科技的进步啊，慢慢的这种发型呢就没有那么怂了，就会慢慢的变得比较时尚。当然，造型品也是一个关键，我们等一下后面会讲到。飞机头这款发型呢，基本上呢，我们要掌控的3个原则。第一个原则就是后头部的层次不可以太低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台湾的发型师在剪男生头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，就是很喜欢把后头部留得很大块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么大块，是不知道是怎样。那留这么大块，你以为可以修饰，其实修饰不到，你会让这个后头部感觉更厚重。那飞机头完全打破了这件事情，所以要把它推得相对比较高，能够让我们的五官更立体。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的顶部层次啦。那这个顶部层次这件事情呢，你必须要去抓出你梳起来的这个位置跟后面之间的关系是什么。所以我们等一下会依照我们要抓起来的这个位置去开引导线，这样子就比较快了。因为你一刀剪下去就知道，这个地方是我最后抓起来的位置，其他的层次我们就比较好去控制。第3个重点，我们的顶部基本上会控制在方形的一个架构。那这个发型跟贝克汉那个早期那个贝克汉尖尖的这种，这叫什么头啊？贝克汉头。这种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贝克汉基本上是一个中间长两边短，所以它会抓起来是尖的嘛。那方形的这种飞机头架构就截然不同了，它可以保留我们的转折处的位置，所以整理起来相对来说，针对头比较有那种方的这个头角的问题来说，就比较好解决了。那如果我们这两边剪的比较短，相对来说就比较容易炸开来，所以这个你们就可以稍微拿捏一下。对，尤其是我们东方人，就是台湾人，这个稍微有点头角的问题，剪飞机头通常都会比较适合，因为它有一点长度可以压。那当然，如果你要做到比较好的服帖性，最好的方法就是服帖烫啦。我们这个未来有机会再跟大家做说明。以上呢就是我们在剪飞机头需要注意的重点啦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透过操作以及最后的造型啊。对了，飞机头的造型真的非常重要。那我们最后呢会给大家一些推荐，就是如果你要抓飞机头，或者是你要变换各种飞机头发型，你可以选用哪几种造型品，然后怎么抓，我们等一下最后都会讲解到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操作咯。好的，接下来呢就拿出我们的电推跟剪发梳啦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们就可以用分套。那分套你可以稍微厚一点点，那因为这样的话你就风险没有那么大。那当然，如果你很纯熟，你就不用分套啦。那关键就在于说你旁边有没有要推得很白。如果你要推得很白的话，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不要有分套。那如果说你要保留比较多、比较自然的效果，你的分套就可以比较厚。简单的说就是这样子。OK，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设定我们的这个重量线啦。那设定我们重量线的时候，你可以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，就是用你的剪发梳轻轻的压住。让它不要乱跑，然后从底部这样子直接往上推啦。OK， 这样是不是很简单啊？马上这个地方就推完，而且这个角不会被剪掉。很多人在推剪的时候，这个角被剪掉，也就是我们转折处这个地方，好，我们直接往上抛。好的，那接下来我们把底部的部分剪完之后，我们就要剪我们顶部的层次嘛。在剪顶部层次之前呢，我们会先抹上我们的打底的商品。那我们现在这个商品呢，它是带胶状的。那为什么我们的商品需要带胶状呢？非常简单，就是我们等一下在剪裁的时候，难免发片不好拿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可能会弹起来啊，夹子也不方便啊，我们就会使用这个发胶状的商品抹在头发上面，它可以帮助我们保湿，然后剪发片的时候也会比较轻松。再来吹干之后，完全没有什么负担性，这很重要。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抹这种打底的商品的时候，你自己抹得很开心，等到你要吹头发的时候，还是要去冲水，那就很麻烦了。那我现在抹的这个呢，叫做卷纹弹力精华，这个是来自于意大利 Rica 的
的商品。今天我们所有的造型品都会使用 Rica 的商品，它是来自于意大利的。这个商品故事非常多，我们未来在很多节目都会提到这家品牌的商品。这是我最近使用最喜欢的造型品，原因是因为它的造型品的分类简单又完整。那我们在市场上找造型品，要么就是像那种100年大品牌，哇，一打开来有40-50支商品，你基本上它里面找到你喜欢的商品要花非常多时间。但是像 Rica 的10几支，简单明了，你包含你要的海盐、蓬蓬粉、发蜡、发胶、发油、发蜡，基本上都有，所以它非常的简单。所以呢，我们等一下就会使用这个卷纹弹力精华。OK， 那我们在抹的时候呢，尽可能是保持在湿的时候抹，因为我们为了就是要湿剪的时候，它能够帮助我们增加头发的保湿度嘛，所以我们会在湿的时候抹。然后这个时候，尤其是你在剪头发的时候，如果你的空间冷气比较多，抹上打底类型的商品的时候，就比较不容易干嘛变干哦。你在湿剪的时候，头发就比较容易粘在一起，就比较好剪，对，比较没有那么容易散开来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把它分成前后分区。那因为刚刚有抹产品的关系，你就会发现梳起来的保湿度非常好，就比较不容易干。然后接着呢，我们就会把这个后头部这个地方呢，垂直分区拿出来，轻轻的，这个地方要注意哦，手不要拉得太用力，太用力的话就会回弹了。轻轻的拿着，我们把它接起来。那我们后头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就靠一片的方法把这个后头部这个地方剪完。那基本上呢，这上面的就是后头部这个地方的层次呢，如果你剪的保留太多的话，上面会很厚重，所以我们是整个是顺上去的，并没有很刻意的去保留后头部的长度。好，我们剪完了后头部之后呢，我们来想一下刘海。我们先定刘海，因为这个是我们这整颗头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。那我们这刘海呢，我们就这样拿起来，大约2至3个指幅。拿起来之后呢，先去想一下，因为我们头发有造型品，所以你可以去想一下这个头发湿度。我现在可能会把头抓到这个位置左右，我觉得是差不多，因为太长它就容易掉了。那注意哦，我们这边点的是一个方形的架构。方形的架构，因为有造型品，所以你可以先想一下，抓起来的位置大概要到哪里？从这个点跟这个点直接去做连接，这样就搞定了。我们就把点跟点之间的头发都把它连接起来，多余的我们都把它点掉的。那一样，我们就有2个引导线了。上面一样，我们剪方形。OK， 各位有注意到，就是这边有抹产品，梳起来感觉你可以模拟出有抹产品的感觉，保湿度也会比较好。我们刚才用那个 Rica 打底的商品呢，非常好用的原因是因为吹干之后不会有任何负担，这很重要。然后它可以帮助你在剪头发、分线各方面的时候，它的保湿度又好。那我们剪完之后呢，你就会发现到一个问题，就是侧边这个掉下来的长度其实还是蛮长的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把它拿起来，你可以用剪发梳撑起来，然后做深点剪的一个效果。像这种飞机头在造型的时候，其实会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它的前面非常容易掉，所以你可能要喷很多定型喷雾。但大家有时候忽略了一件事情，就是它不是定型喷雾的问题，它是你在头发上面吹风之前，你的打底有没有先做好？那我们等一下呢，会用这个叫做丰盈发根雾。那这个东西呢，也是来自于 Rica 的商品。它最主要呢，它是有点类似慕斯，可是它的慕斯不是像我们过去所认知，它是一球一球的。像这样的商品，它是喷上去的时候，它是最主要是针对发根。我们等一下吹风前喷完之后，它比较容易站立，先让它有一个支撑的效果。如果你的发中到发尾也需要使用的话，你可以先把它喷在手上，它就有点像慕斯状了。抹在手上，搓揉，针对发中到发尾。那这样的话，等一下在吹风之后呢，头发的支撑度一定会比较好。那我们在做吹风的时候，尤其像这种男生啊，你就可以用你的手指，轻轻的把它抓起来，然后专门撑发根。
这样有什么好处呢？这样因为你是这样子抓进来的，所以你的发尾会是弯的，它就带有一些卷度啊，包含到前面也是一样。然后最后啊，你大概抓完差不多之后，你可以用你的手指稍微旋转一下，因为我们刚刚有抹商品，所以旋转完的头发之后，它就比较会有发束感。好的，我们在最后呢，要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们要开始做一些线条感了。这个时候很多人都会误解，以为不管是抓蓬，然后线条感都用一罐发蜡。那这款雾彩塑土呢，最主要是增加线条感，不是把它抓得很蓬。那刚刚蓬的时候，我们已经用我们的那个打底已经完成了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发蜡只需要针对线条感去做处理就可以了。那我们的操作呢非常简单，我们就把需要释放的量放在手心上。OK， 你可以先不用拿那么多，因为不够再补就可以了。在手心上之后呢，然后我们就进行搓揉，在手心上搓揉，搓揉完之后呢，你的手上呢就可以有很多产品了嘛，可以稍微摸在这个表面的位置，不管是往前的、往后的、左边的、右边的。这个时候你的发尾就一定会有线条感了，这时候抓出来的发蜡就不会过重，很担心各位就直接就这样了，好，这是完全错误的示范哦，好不好？我们这样子都在手心上的时候，你的手掌因为有温度，所以它可以帮助发蜡的吸收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可以拨一拨，然后需要补强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稍微用我们的手指，这个时候还需要用到手指，稍微去搓揉一下。抓出来的头发的位置，这时候你就可以慢慢抓了，抓出你所想要的线条感的效果。好的，最后呢，我们抓完之后呢，我们就用我们的完美定型喷雾，稍微表面稍微给它一些稍微固定，它可以让你的这个形态可以维持的比较久。那这个定型喷雾的特色就是喷上去之后，真的比较不会有白屑，好不好？现在不要再用会有白屑的定型喷雾啦，它只要轻轻的表面扫过去之后呢，它就可以让你原本的抓出来的头发可以维持更久啦。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飞机头的，包含剪裁、包含造型、包含推剪，所有都讲完了。那其实这个发型最重要就是造型啊，所以我们今天有搭配一些造型品，包含前面的打底的金露，包含后面的发根的喷雾，然后发蜡，最后定型喷雾。那这刚刚所用的一切呢，都来自于意大利 Rica 品牌的一些商品。那这些商品呢，除了有非常好用造型品之外，我们未来也会讲解有关于头皮的问题、头发的问题，我们都会讲解 Rica 的产品使用以及造型产品的知识。那这些内容呢，其实都蛮重要的，因为一个好的发型如果没有搭配好的产品的话，其实效益不大。那大家如果对于这个 Rica 商品有兴趣的话，资讯栏里面都有非常多联系方法，大家可以去找相关区域的业务去做了解，或者是你可以安排他们去上产品课，那他们就会对于产品有更多的讲解。那毕竟我们是一个知识频道嘛，我们主要还是在剪裁、在产品知识、头皮护理知识、未来的头皮护理知识，这些我们都会进行做讲解。但想要了解更多产品知识的话，欢迎各位可以到我们下面资讯栏的资讯管道去了解相关商品。那这里是科学减法实验室，我是魏子渊，我们就下期见喽。